在是1点半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前面就是新墨西哥州，快到了，到了。等一下，再过不久就要到科罗拉多州了。大概短短3分钟，我们刚才跨了2个州。穿越了4角落，我们再度来到了科罗拉多州，要去一个1999年才成立，有点让人不寒而栗的深邃峡谷。我们到甘尼逊黑峡谷国家公园啦，竟然又下雪了。地处于科罗拉多州西部的甘尼逊黑峡谷国家公园，也是我们国家公园之行的第25站。我们现在进了峡谷的第一个景点 Tomichi Point， 再等一下就顺着这个一路看到底。哇，这就是黑峡谷。因为它每天日照只有30几分钟，然后常年整个峡谷下面都是黑的，所以才会被称为黑峡谷。上个礼拜这边大风雪，封路了，还好我们这礼拜来天气还算晴朗，可是积雪还没有退。甘尼逊黑峡谷国家公园分为南园和北园，两边互不相通，且相隔126公里。多数游客都是顺着南园公路一站一站的沿路参观。现在游客中心中午休息，所以我们先要来走这个甘尼逊 Point Overlook。这边也是一个 Overlook， 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角度。哇，你看这边也很壮观呢。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有日照的时间啊，上面很亮。哇，我们很幸运的拍到它有日照的时候哎，一天不到半个小时，我们有幸运抓到整个峡谷底下是有照到太阳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到第3个点啦，又是一个 overlook， 要来看一下全景。这边几乎每一个点都是全景，很少 trail， 只有几个主要的3个。那前2个是可以在游客中心那边走到那个峡谷底下去，可是那个需要申请许可，而且要 ranger 带。然后是最后一个，我不知道现在需不需要申请许可证。如果等一下过去可以走，我们就走啊；不能走的话，就在外面看一下。底下就是甘尼逊河，哇，真的腿有点软，好壮观，好陡峭哦。那从这边看那个甘尼逊黑峡谷，就可以发现左右两边的山壁的角度不太一样。你看右边的角度比较大，左边的比较陡峭。对啊，那是因为太阳照射的关系。你看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太阳照射在左边的山壁上，所以就不容易积雪。你看右边太阳照射不到，现在就有雪积在右边的山壁上了。然后等那些雪融化成水，开始侵蚀右边的山壁，山壁的角度就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这边就有讲解了，这边是北园，北园的垂直高度是93%，这边是南园，南园是63度。这个是我们的第4个点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然后你看，上个礼拜下雪，这个道路已经有一点泥泞了。这如果冬天来，应该肯定走不进来。我们这里是很接近北园的，我的正对面这一座，正对面这边是北园。那因为它那边的路是属于土路，比较不好走，我们就没有过去了。哇，
这里真的第一次感觉到它的深邃了，而且底下完全照不到太阳，一片黢黑。哇，从这里看甘尼逊黑峡谷，哇，深不见底。哇，真的脚软了，完全深不见底。下一个点 Rock Point， 大概294嘛。雪山在前面，很漂亮的，这边也是要走一小段路。哇，这个步道还有一个松树，跟这个石头，还有步道，觉得很好看。它这边每一个步道都是这样子走一小段路，然后到前面就会有一个全景的观景台，可以让你站上去看。然后其实它旁边都没有护栏，然后整个真的是很高，有惧高症的人真的没有办法在这里站太久。官方形容甘尼逊黑峡谷就是又深又窄又陡峭，大概在这里都可以看到。这就是窄，这就是深跟陡峭，这里也是又窄又深又陡峭。今天的第6个点 Devil's Overlook， 有点远了，再走一下吧。这边就是 Devil's Overlook， 是说恶魔要在这边纵观一切吗？啊，这底下还有些微的积雪在这里。前面墙壁上的纹路越来越明显了。哇，这边有一个棱线，可以看到后面的山谷，这个棱线也很漂亮，也是一样，一如往常的深跟陡峭，还有狭窄。这个不晓得是不是龙之蛇 Dragon's Tongue， 就是在清晨的时候，阳光会洒在这个裂缝中间，然后就会有一道金黄色的光芒在那个裂缝中间，不晓得是不是。我们要去这个 Overlook Chance Overlook， 哦，很短，在那里而已，一下子就到了。哇，这个点已经可以隐约看到那个峡谷的，你看它中间这么窄，所以这条峡谷真的是又高又深又窄又陡。这里曾经有人在这里挑战徒手攀岩，你看这就是他攀岩的路径，从这里上去，就是现在正前方这一块，就是他攀岩的路径。哇，他徒手攀岩呢，跟那个艾利克斯一样。这边可以听到那个流水的声音，听起来很湍急，可是实际用肉眼看就还好。有可能是因为结冰的关系，所以它的流速看起来没有很快。这个是第8个景点，也是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大景，叫 Painted Wall， 就是彩绘墙。我们现在走过去看看。这边最壮观的就是这一个景点了，很多人说一定，如果你真的很赶的话，至少这个点一定要过来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大家推荐的点。这就是甘尼逊黑峡谷的深，你看把世界上的摩天大楼排起来，都还达不到它的顶。我们台北101也有在里面呢。哇，这边果然是一个大景啊，一定要来！你看，可以清楚的看到2个峡谷切割的一个全貌，还有这边你看前面的彩绘墙，最上面这一层就是
侏罗纪恐龙时代留下来的。甘尼逊黑峡谷形成于前寒武纪，峡谷的岩壁主要由深色的火成岩和浅色的伪晶岩所组成，相互交错且颜色分明，使得整面岩壁看似一幅被精心雕琢的画作，活灵活现般地展示在你的眼前。早在200万年前，甘尼逊河便开始流动侵蚀，并在下层的变质岩中切割出一个深邃的峡谷。甘尼逊河目前还是以每个世纪切割1英寸的速度流淌于黑峡谷中。这个就是刚刚讲的，每一条颜色就代表一个时期的那个时候的地层。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峡谷到底有多深了，比一座摩天大楼还要深。第9个点，去看看吧。哦，你看这边也看到好几个1000年的那个老松树，你看它的树干都扭曲成这样子了。哦，你看它的树干已经折成这样子了，可是它还是在发芽、在生长。哎，我觉得生物的生命力真的是很强。哇，这个点太壮观了，可以完全的看到甘尼逊河，然后两边的峡谷被切割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来真的太好了，天气很好，也不会热，也不会太冷，然后游客又很少，停车位又不用跟人家争，是很舒适的一个季节。第10个点 ，Dragon Point， 去看看龙长什么样子。哇，这边一样是刚刚的甘尼逊黑峡谷，然后这边的重点 Dragon Point 就是它。其实刚刚也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一只龙？一只张着嘴巴的龙。这边真的是龙之点，这个点就是要看这一只龙。6000万年前的地壳变动，造就了这一只龙。因为它后面还有尾巴拖得很长。这里竟然为了这只龙特地设了一个龙之点呢！那我们刚刚没有看错，真的是这只龙。第11个点叫 Sunset Point， 顾名思义就是这边是看日落最好的点。这就是Sunset Point， 这里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夕阳，还有很漂亮的甘尼逊黑峡谷。甘尼逊河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，远方就是科罗拉多平原。最后一个点啦，也是最大的点，然后它是有一个完整的步道，叫 Warner Point Trail， 我们来走走看。如果时间太紧迫，就不走完全程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下去走到甘尼逊河底下的路，怕时间不够。所以我们看时间。这里有一个角落，已经可以看到科罗拉多的整个它的地貌了。旁边还有一棵枯树枝，这个画面就很漂亮。哇，这前面的雪山，还有那个山壁上的彩绘，哇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旁边还有残雪。科罗拉多大平原很漂亮，很壮观。外国小朋友赶上我们了，他们也在走这个 trail， 很可爱的嘛，4个外国小朋友，哥哥很照顾弟弟。这个步道，因为现在已经下午4点了，不确定还要走多久。
我们决定走一半就折回了。下一次，因为今天我们来的太晚了，我们中午12点才到这里。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开下去甘乃逊河的底部，所以我怕太晚了，那条路不安全，因为那条路很多法夹弯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这里折返了。这边开始就全程下坡了，叫你使用低速档。下有落石，这边是一个很棒的景观大道哦。这一条极端陡峭的东入口路会经过百转千回的法夹弯，建议一定要打低速档再行驶。如果经验不足的驾驶疯狂踩刹车一路到谷底的话，可能会对刹车皮非常伤，所以建议还是要考量一下再出发。落石，真的有落石！哇，路上真的都是落石。哎呀，到了！松一口气。我们刚刚一路惊险下来到最下面了，这边就是甘尼逊河，还有我们刚刚在上面看的这个峡谷。哇，这个倒影好漂亮，这完全倒影。好安静哦，这个就是静谧的甘尼逊河。哇，这个山峰真的是，这个光洒在这个山峰上，这个山谷真的是很漂亮。我们就在那个山谷底下，甘尼逊河切割着甘尼逊峡谷，我们就在甘尼逊黑峡谷的下面，非常的漂亮。嘿，你有小脚脚哎 ，Hello，长脚的。